最近 DeepSeek 这个软件的横空出世，算是震惊了 AI 界。你可能对它有一种好奇的态度，我也一样。于是就决定出这期视频，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。这期的视频包含了如何设置环境配置，在本地部署 DeepSeek R1的模型。看完了这个视频，你就能够轻松地完成安装，拥有自己的本地版本 DeepSeek 模型。首先，第一步是要安装 Ollama。那 Ollama 是一个方便我们高效部署大语言模型的一个平台。我们可以到网上去搜索 Ollama，点击 Ollama 可以进入它的官方网页，直接选择 Download 下载。它可以有3种机型，可以是苹果，还有 Linux 或者是 Windows。你选择你自己的机器的操作系统，然后再下载这个安装文件。它这个包比较小，所以下载的速度是比较快的。那我们双击可以解压，再双击这个运行的文件，可以开始安装。整个步骤的话，就是完全按照它的指令。它要求我是移到应用程序这里，可以方便安装的管理。然后我选择下一步，再点击 Install 安装。在不到2分钟的时间里面，我们就完成了第一步。第二步是要在 Ollama 上面去运行 DeepSeek R1，这样就是需要回到刚才的下载的页面去选择 DeepSeek R1的相应模型。在上方搜索框里面搜索 DeepSeek R1，选中，再在左边的这个框里面选择参数的大小。第一列是参数的大小，第二列是对计算机的一个内存的要求。比如说我看了一下，我的计算机是12GB 的内存，那我选择的就是9GB 这个选项，也就是140亿个参数。参数越多，它的性能就会越好。最大的是有6710亿个参数，它就会和网络版本的性能是一样的。右边中间的这一串就是我们需要复制的命令行，它能够在 Ollama 的平台里面去安装 DeepSeek R1的模型。我们在终端里面输入 Ollama Help， 如果有这堆的输出，就说明你的安装已经成功了。在粘贴我们刚才已经复制的这个命令行，它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初始化。这个是只有第一次安装的时候才会碰到的情况，我们需要等个大概10来分钟的时间，才可以完成这个整个的初始化的安装。那我是把它8倍速度的是在播放了。安装完，左边有3个小箭头，这个就代表了我们已经完成了整个安装。我们就可以输入命令，输入一个问题，直接问它。我输入一个简单的“你好”。由于我的问题太简单了，他完全没有思考就回答我说：“很高兴见到你，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？”那我现在就问一个他需要思考的问题：请问 DeepSeek 的特别之处是什么？那由于是在本地上面安装，受到CPU、GPU 这些硬件的限制，所以他思考的时间就需要长一些。他开始分析我的问题，并且他还对提问的用户是什么身份做了一个分析。他想要根据不同的身份来提供不同的个性化的回答。他还分析了一下，我对他的一些什么方面可能会比较感兴趣，这样他就会比较有针对性的来回答我的问题。OK， 它生成完了这个答案。
他说：“哦，我是 DeepSeek R1，我特别之处第一点是多语言的支持，我可以支持中文、英文、日文、法文。第二个是我有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，可以快速的分析和理解大文本数据，提供信息或者是答案。第三点是我可以不断的学习和优化。”并且我还可以专注隐私保护和广泛的知识库的一些特点。OK， 那他已经是非常详细的回答了我的问题了。这里我输入杠问号进入帮助菜单，再选择杠 show 是可以显示模型的信息。杠 show info 可以显示模型的具体的一个参数。包括模型啊，还有参数，还有许可证的信息，这边都是非常具体。特别是这个架构，你也可以看到它用的是通义千问的一个大语言模型。Clear 就是可以清掉刚才我们的一个上下文。杠 by 就是最后的退出。刚才的整个对话是在终端里面进行的，这个终端的话看起来就有点复古。如果我们进行长篇的一个对话的话，它看起来就不太方便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考虑的话，可以去 Chrome 下载一个插件，叫做 Page Assist， 它是一个本地 AI 模型的网络的用户界面，看起来就像普通的聊天界面那样子。现在我们是在 Chrome 的 Web Store， 在搜索框当中搜索 Page Assist 这个插件。第一个选项就是我们要找的，点进去，然后在右边有一个蓝色的按钮是添加到 Chrome， 添加这个插件，这样我们就能在 Chrome 的插件里面找到。我把它置顶，就可以看到这个有个小气泡。在选择模型的这个框里面，我们选择 DeepR1 模型，同时在右上角可以设置，只需要设置 Rec Setting 里的 Embedding Model， 选择 DeepSeek R1 的模型，其他就是都选择默认的。那在右下角选择保存就可以完成。于是我们可以开启一个新的对话，在左上角有一个叫 New Chat 的一个按钮，按一下。我稍微挪动一下我的界面，这样就可以看到整个完整的对话框。它就像一个普通的聊天软件一样，你可以在这边输入你的问题 ，DeepSeek 就可以在那边立刻回答你。它的表现是和我们刚才终端是一样的表现，因为模型是同一个模型。它 Page Assist 就可以让这个模型让这个界面更加好看一点。现在是按照8倍速度在播放整个过程。它的输入端是有一些小特色，可以选择开关搜索因特网，也可以上传图像或者是声音作为输入。那这样我们就在短短的几十分钟的时间里面完成了整个配置和部署。我自己的感觉是它整个过程是比较简单和方便的，因为在做之前我是假想它会有比较多的步骤需要一些调试，但事实上在这个部署的整个过程当中是比较的流畅和快捷的。此外，因为是在本地部署，我感觉到它的模型是相对比较小，以至于它的性能是有一些的局限性。最后，因为 DeepSeek R1是一个开源的代码，我自己是非常欢迎的，因为这样个人还有小型的公司，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数据来为 DeepSeek 来训练自己的专属的模型。这样子让我想起了一些动画片，比如说《魔卡少女樱》还有《机器猫》，主角都是有一个智能的宠物在身边的。可能在未来我们就不需要手机，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电子宠物。这样动画照进现实，听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